是你打过最疯狂的比赛吗？我想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疯狂的一场比赛，我想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球了。是什么比赛能让马龙发出这样的感慨？又是什么比赛能让刘国梁做出如此高的评价？比赛就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决赛，两个人已经发挥了最高水平，是吧？也是近年来技术含量里边是吧竞争最激烈的。这场比赛就是2017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男单决赛，由巅峰龙队大战新生代的小胖，极致的攻防大战，顶级的视觉盛宴，7局比赛全打满，最后2分定输赢，真的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精彩、最激烈的世乒赛男单决战。接下来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比赛。首局比赛开始，樊振东上来就先发制人，火力全开，完全不像第一次杀进世锦赛决赛的新人，开局便轰出7比1的小高潮。随后马龙逐渐找回状态，但仍被小胖高质量的正反手压制，很快比分来到10比7。随着小胖一记暴力抽射得分，第一局比赛结束，小胖先下一城。第二局比赛开始，马龙加强了正手位的进攻，连续利用侧身反拉打乱小胖节奏，开局便取得了4比0的领先。随后比赛进入相持阶段，虽然比分落后，但樊振东的攻势依旧犀利，比分也被他追至6比5。此时马龙突然爆发，连续利用正手反拉得分，打得小胖有些措手不及。最终马龙以11比6扳回一城，大比分1比1平。第3局比赛，双方均已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，但显然龙队的经验更加丰富，正手位的进攻势头相当强烈，比分上牢牢压制着小胖，很快来到10比3。随着小胖回球落网，马龙11比3再下一城，大比分2比1领先。第4局比赛，马龙延续火热手感，不断利用自己的正手位进攻得分，比分很快来到了6比2。随后小胖找回状态，发起凌厉的反击，连得4分，将比分追至6平。关键时刻，马龙再次爆发，打出一波4比1的小高潮，率先拿到局点。随后樊振东仍试图挽回局势，再度追回1分，但无奈为时已晚。随着小胖反手擦网出界，马龙11比8连胜3局，大比分3比1，率先拿到赛点。就当所有人都认为马龙会一鼓作气拿下比赛时，樊振东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比赛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。第5局比赛，殊死一搏的小胖及时改变策略，使用正手进攻，用凌厉的正反手变换抽击，打得马龙一时间无所适从，很快便取得6比2领先。随后马龙逐渐适应了小胖的招式，连续得分将比分迫近。但此时的小胖已经完全杀红了眼，各种球路的组合进攻打得龙队疲于招架。很快比分来到10比5。
随着马龙回球触网，樊振东11-5追回一局。第6局比赛开始后，樊振东延续火热状态，开局便火力全开，强势打出一波9-3的进攻狂潮。但马龙毕竟是世界第一男单，连场调整状态的能力非常强悍，在如此逆境中还能发动反击攻势，比分一度被他追至10-7，但最终还是功亏一篑。樊振东11-7连扳2局，大比分3-3打平，真的是神仙打架。比赛来到惊心动魄的抢七大战，没有任何试探，双方上来就争抢开局，大打对攻。3-3平后，马龙突然变换节奏，利用发长球快攻，连得3分。樊振东也毫不示弱，很快还以颜色，正手爆窗和反手拧了，打出一波6-1的小高潮，比分来到9-7。陷入得分荒的龙队很快找回状态，连续利用正手进攻得手，连下3分，10-9反超比分，率先到达赛点。面对赛点，小胖毫不手软，一个正手卷压，直线扳平比分。比赛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11-10，马龙第2个赛点。哇！马龙发球之后，用一个完美的侧身冲直线，拿下了第5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冠军。最终，马龙大比分4-3战胜樊振东，卫冕成功的同时，也开启了双满贯的征程。不得不说，这场比赛真的称得上是世乒赛男单的巅峰之战，看得人热血沸腾，血脉喷张。那么看完比赛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留言谈论。